刘伯国死掉了，线索看似再一次的全部断掉。但苏无忌和月格格知道，死人也是会说话的。冰凌，你派人去整容机构一趟，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苏无忌说道。当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儿的负责人肯定会否认这一切，必要时可以直接上手段。好，岳冰凌的心里已经有了相关的计划了。不管能不能堵到杀手，起码不能就这么算了。更何况此事还和苏家有关。刘伯国能够一口叫破无忌的真实身份，绝对是把他当成了目标。这在岳冰凌看来是绝对忍不了的。欺负自己可以，但绝对不可以欺负无忌。护犊子的岳格格必然要跟这些家伙死磕到底。注意安全，我们分头行动。苏无忌说道。你去哪里？岳冰凌问道。去一趟金家。苏无忌笑了笑。找某个老相识的麻烦。歌者在论坛上发出了奥丁与月神对战的结果，还特地强调了两人的伤势和行程。这明摆着就是嫌黑暗世界还不够乱，想要往天泉神殿和月影神殿的脑袋上来一场落井下石。歌者的潜台词翻译过来就是：奥丁受了重伤，正在返回欧洲的路上，此时不截杀，更待何时？月影神殿群龙无首，最好也把他们趁机团灭了。显然，这条消息和黑暗世界里看热闹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其他与奥丁和月神有旧怨的天神势力，绝对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苏无忌很想当面问问那位金上校，问问这货到底想要干什么。一组二组，立刻前往刘伯果去过的整形医院，封锁与他有接触的所有诊室。岳冰凌说道。对了。岳冰凌看了苏无忌一眼。怎么了？苏无忌问道。你过来。岳格格说着，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快步走到了走廊尽头的无人病房里。一脸懵逼的苏无忌愣了愣，随后心中微动，立刻跟了进去。此时天还没亮，病房里一片黑，岳格格也没有主动去开灯的意思。苏无忌摸黑走进来，借着从窗户里透进来的月光，看到岳冰凌正站在病房角落里，那如同一株兽尾的轮廓，此刻看起来透着朦胧的美感。冰凌，你这是要干什么？岳冰凌沉默了2秒钟，才说道：是你之前在通讯器里让我单独找你反思的。这语调有些轻，和他平日里的果断无情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比。苏无忌一下子愣住了，他可没想到岳冰凌把自己叫到这里居然是这个原因。一贯职责第一、任务为先的岳处长，居然把手下全部派出去执行任务，而自己则是留下来，争取出了一个和苏无忌单独相聚的机会。谁说岳格格没什么改变的？人家也会主动进攻了。只是他找的这个理由未免有点太掩耳盗铃了一些。苏无忌站在了他的对面，黑暗中两人贴得很近，顶多也就是10来公分。对呀，我是说过要让你来好好反思反思。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所以你准备怎么反思的？岳冰凌的红唇翕动了一下，才说道：我以后不这样了。听起来好乖。苏无忌说道。那总得惩罚一下才行，毕竟你以前答应过我，再也不这样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说话间，他甚至伸出了手，捏住了岳冰凌的雪白下巴。岳格格没有躲开。对于在山体空间里经历过苏无忌迷乱进攻的他来说，
这点强度实在是算不上什么了。你轻点。岳冰凌稍稍停顿了一下，说道。轻点啊。苏无忌又愣了。岳冰凌说道，你之前说过要打我的。哦，这样啊。苏无忌说道。我当时还没说要打哪里就被你打断了。岳冰凌说道，我猜到了。这4个字的尾音隐隐有些发颤。啪！黑暗的病房里传来了一声轻响。岳格格之前常年待在部队里，现在又在调查局行动处的第一线，久经训练所形成的线条，虽然没有达到晚星少校那种天赋异禀的程度，但是触碰的感觉也是超乎想象的好。苏无忌之前在东洋泡温泉的时候碰过，但那时和现在这任务间隙忙里偷情是截然不同的感觉。简单来说，刺激极了。可是即便岳格格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被打了这一下之后，还是本能的身体一颤，就像是被电了一下，下意识地往旁边跳出了一大步。惩罚结束，我先去执行任务了。岳冰凌丢下一句，低着头匆匆走出去了。他的脚步很快，看起来颇有种落荒而逃的感觉。苏无忌打得并不重，可是直到上了车，岳格格还觉得自己某个挨打的位置有些火辣辣的，热得不行。回想着自己居然主动求惩罚，岳冰凌摇了摇头，那一双冰眸之中闪过了难言的光，自言自语：岳冰凌，你疯了。但是在岳格格看来，即便刚刚在病房里的接触只是蜻蜓点水，这一次的南离之行也算没白来。他走了之后，苏无忌独自一人站在漆黑的病房里，盯着自己的右手，意犹未尽地回想了许久，才离开了医院。金明鹤的睡眠质量本来就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奥丁和月神大战的这一夜，他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睡意。与各方动向有关的信息，简直像是雪片一样的飞到他的手机里。不知不觉，天色已经亮了起来。金明鹤起身走到了窗户边，伸了个懒腰，感受着体内那一股似乎永远无法消除的疲惫感。他摇头，自言自语：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在窗前沉思了一会儿，他打了个电话：把早饭送上来，然后看看今明2天有没有合适的航班，我要去一趟意大利。这是个很豪华的套间。金明鹤打完了电话，便走出了卧室，来到了外面的客厅。然而这时候，一道声音却在沙发上响了起来：记得多送一份早餐。金明鹤的眼光一滞，明显有些意外，随后似乎瞬间便想明白了这一切，笑了起来。他直接拿起电话说道：早餐要双人份的，多准备一点南离特色食物，我这边有贵客。随后金明鹤坐在了对面的沙发上，笑道：远道而来，喝点什么？不敢喝，怕你毒死我。苏无忌说道。金明鹤烧水，冲了一壶黑咖啡，然后分装2杯，把其中一个杯子放在了苏无忌的面前。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见面方式和我预想中有些差别。金明鹤说道。苏无忌呵呵一笑：是啊，金上校，上次见面差点被你坑死，我都不敢想象和你下次见面我得有多倒霉。金明鹤并未否认金上校的身份，他说道：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戴了美瞳和面具，你怎么就找到我这里来了？苏无忌说道：在南离拥有那么大的能量，甚至还能主导破冰计划，我要是猜不到你是谁，笨死算了。金明鹤微笑：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那位金上校就是我。
苏无忌说道。绝大部分人也没法通过你们金家的严防死守，摸进你的房间里。金明鹤喝了一口咖啡，脸上的微笑不变。其实这个庄园的防御是非常严密的，你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的客厅，只能说明你太厉害了，影子先生。歌者别特么扯淡，苏无忌说道。这次狠狠坑了我一把，害着我那位北新朋友还受了伤，你怎么补偿我？金明鹤并未在否认自己歌者的身份，他说道。我已经被你们游侠神殿的第一天王坑走了500万华夏币了，这还不够吗？苏无忌说起谎来简直面不改色。当然不够，那些钱都被他自己扣了，我一分都没收到。金明鹤笑道。坦白说，第一天王帝出场和我想象中有些差别，实在是太平易近人了些。苏无忌呵呵一笑。他以前的职业就是个货车司机，游侠神殿里都是一群泥腿子，除了我之外，其他人跟逼格简直没有半毛钱关系。暗影天王的自恋程度简直和雷蒙情报局的情报里写的一模一样。金明鹤微笑着说道。对了，你在北新的那位漂亮朋友受了伤，等到晚上还得辛苦他出席庆功宴。苏无忌。老子给你们出了那么多力气，庆功宴不请我？金明鹤的手指轻轻敲了一下桌面，眼神示意了一下。在两人身前的茶几中央放着一张晚宴请柬。苏无忌打开一看，上面写的竟是自己的名字。他的眼神微凛。特妈的，不愧是歌者，连我会来找你都给算到了。不，我没那么神通广大。金明鹤说道。这张请柬本来是要由国家情报院的院长洪仁泽亲自送给你的。苏无忌说道。我考虑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出席。金明鹤说道。一定要去，没有你破冰计划的这场戏可唱不下来。苏无忌呵呵冷笑。说具体点。金明鹤看了他一眼，无奈地说道。你稍等，马上给你理由。说着，他打开了手机，操作了几下。于是苏无忌的手机上便弹出了一条消息：到账200万美金。苏无忌笑眯眯的道。嘿，歌者，我之前都没看出来你这人还挺讲究的。歌者这家伙居然提前调查出了自己的账户，就在这儿等着自己呢。金明鹤说道。我一直如此，等你接触多了就明白了。苏无忌把这200万转到了皇后酒吧的公户，随后说道。你们金家可真是够有钱的，让人羡慕。金明鹤微笑道。1/3的南里都是金家的，有钱只是金家最不起眼的一个标签。不过这200万美金是我的私房钱，应该能代表我的诚意了。苏无忌说道。勉勉强强足够我参加这庆功宴的出场费。你想变成半个金家人吗？金明鹤问道。听了这句话，苏无忌的眼神里瞬间闪现出了警惕之意，随后冷笑道。怎么，你要送女孩给我想都别想，我可是提上裤子不认人的，就算是睡了也白睡。金明鹤摇头笑了笑，又打了个电话。管家，我之前交给你们的那些女孩名字，命令她们立刻起床洗漱，半小时之内来到我的房间。电话那边的老管家说道。明鹤少爷，要不要多给他们一点化妆的时间？我多1分钟都不会的，谢。金明鹤说道。告诉他们，谁要是迟到，就错过了一场泼天富贵，让他们自己斟酌。苏无忌眼神怪异地看着金明鹤。你找那么多姑娘来要干什么？金明鹤微笑道。给你选妃。选妃也。苏无忌一下子站起来。歌者，你特么脑子有病吧？我是来找你要女人的吗？金明鹤也起身，双手压着苏无忌的肩膀，
让他坐回去，说道：别激动，这些都是我从金家里给你精挑细选出来的合适人选，最大的比你大3岁，最小的刚成年。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我来找你有正事，又不是来逛窑子的。金明鹤却微笑着说道：不过你换个角度想想，要是把金家当成窑子的话，是不是还挺刺激的？我靠，还能这样想？听到这句话，苏无忌的第一反应就觉得歌者是个混蛋，但是第二反应，他本能地带入进去想了一下，说实话，还真的挺刺激的。这可是南离金家爱。这次把你坑进局中来，我心里确实有点过意不去。这次的选妃就当我给你的补偿，行不行？金明鹤微笑道。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别瞎扯淡了，你的心里如果有过半点的过意不去，我特么都敢原地留在你们金家当上门女婿。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自己这次上门，歌者居然又是送美金又是送妹子的，就算是本来想揍他，现在都有些下不去手了。歌者真是个大好人啊。金明鹤也不辩解，他笑着说道：反正你姑且先看一看，要是有合眼缘的，不妨相处试一试，说不定能成为一生所爱呢。这时候敲门声响起，老管家带着2个仆人把早餐送了进来。他们看到房间里有另外一个陌生青年的时候，纷纷露出了意外的神色。毕竟以金家庄园的严防死守，想要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来到这儿，基本不可能。想明白了这一点，老管家立刻冷汗涔涔，低头鞠躬说道：明鹤少爷，是我们疏忽大意了。不怪你们，这是我的贵客，你们要是有能力防住他，那才是见了鬼了。金明鹤说道：出去吧，刚刚交代你们的事情，抓紧办。苏无忌主动坐在了餐桌前，端起了一碗人参鸡粥，喝了一口。呵呵，一把年纪了还被别人叫少爷，臊得慌吗？金明鹤说道：只是个称呼而已，我还没结婚，南离都是这样喊，这不重要，来尝尝这些特色早餐。苏无忌看着桌子上的那些小碟子里的各式腌菜，一脸嫌弃地摇了摇头。这顿饭太寒酸了，都没法拍照片发朋友圈，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是蹲在饭店的小料区吃饭的。金明鹤完全没有和苏无忌争论的意思。这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上华夏。吃了2个紫菜包饭和1碗拉面，苏无忌随后放下了筷子，难得夸了一句：不愧是金家的饭菜，味道居然比我想象中的好。金明鹤还在细嚼慢咽，这吃相比苏无忌可优雅多了。这院子里的厨师是南离最顶级的，青瓦台里的总厨水平都不如这里。呵呵，你们才是真正的土皇帝。苏无忌说道：我想你这次来找我，应该是关于奥丁和月神的交手吧？金明鹤说道：他俩是死是活我根本就懒得关心，至于月神掉在哪片海我也懒得知道。苏无忌擦了擦嘴：但是你发那个帖子的目的是什么？唯恐天下不乱。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金明鹤竟是完全没有否认。你顾好你的南力就行了，在黑暗世界搞什么事儿？苏无忌说道：那俩天神死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我不喜欢天泉神殿和奥丁，月神欠我一大笔钱，始终不还。金明鹤说道：如果你是我，你会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落井下石？苏无忌呵呵一笑：我已经让人去机场埋伏奥丁了。金明鹤稍稍一愣，随后大笑了起来。要是让金家家主金在旭看到，肯定无比意外，因为自己弟弟的性子始终无比沉稳，即便心中有着再多的心事，
也是喜怒不形于色，更别提会这样大笑了。笑完之后，他说道：竟是有种遇到知音的感觉。别乱套近乎，我可不想和你这种40多岁的老阴比成为知音。苏无忌说着，看到桌子上的大酱汤没动，于是又端过来喝了2口，随后给了一句评价：确实比我以前在南里烤肉店喝过的大酱汤味道好多了。金明鹤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让第一天王出手了。苏无忌说道：伺机而动罢了，如果别人把奥丁打得半死，他就出手落井下石；如果没有其他人截杀奥丁，那么游侠神殿也绝对不当这个出头鸟。金明鹤微笑着说道：曾经游侠组织的第一游侠，现在成了游侠神殿的第一天王，已经很久没看到他在黑暗世界里出手了。说实话，游侠之神选的这5个天王真的很有意思哦，个个都很有特点。苏无忌说道：我还以为你会说除了老大和我之外，他们都是菜鸡。我不会戴有色眼镜看任何人的。金明鹤说道：哪怕是战力稍逊的汉密尔顿和崔西，我也从来没有过任何的轻视。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苏无忌一挑眉毛：你不轻视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爹吧？金明鹤笑了：你看，我什么都没讲，你都主动把他们的重要信息告诉我了。苏无忌骂着歌者。这时候敲门声再起，进来。金明鹤随后对苏无忌笑道：马上开始了。门打开之后，进来了10几个漂亮姑娘，香水的气味已然扑入鼻尖。以苏无忌在夜场的经验，这里面起码有一半应该本来都是金家祖传的方脸，后来明显削了骨，但平心而论，现在都还挺好看的。南丽的整容技术还是比华夏强。苏无忌给了一句评价。那10几个姑娘丝毫不敢因为这句略显直白的话语而有任何的不爽，她们的脸上始终挂着拘谨的表情。南黎虽然是个发达国家，可在财阀世家里，所谓的内部阶级依旧无比清晰。金明鹤在金家的地位极高，几乎相当于影子家主了。家族里的这些小姑娘又怎么敢表现出半点忤逆他的意思来？问苏先生好。金明鹤说道：苏先生好。10几个姑娘齐齐鞠躬。这一刻，苏无忌恍惚有种来到雅典娜会所的包房里选公主的感觉了。妈的，还是歌者会蛊惑人心。他所说的那一句把金家当成窑子，竟让苏无忌此刻觉得有点刺激了。金明鹤说道：你们自我介绍一下。排在第一位的女孩偷偷看了苏无忌一眼，正红着脸要开口呢，却被后者打断了。苏无忌说道：换一品。金明鹤。什么？苏无忌。没了吗？堂堂金家就这点女人？就这点人，开什么窑子？金明鹤发现自己被苏无忌顺口摆了一道，他笑了笑说道：这已经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了，确实没有换一批的空间了。那就算了吧，都回去吧。苏无忌正襟危坐说道：我是正经人啊。金明鹤说道：怎么，省没有一个有眼缘的吗？苏无忌说道：长得都还行，但是我并不缺女朋友。我知道，你大概是心有所属了。金明鹤笑道：是不是都不如北信的金局长好看？苏无忌看了他一眼，呵呵一笑：呵呵，这金奥利是北边的，他要是你们家的，我还真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金明鹤说道：那句华夏语怎么说的来着？君子一言。苏无忌：驷马难追。
金明鹤笑着指了指自己客厅一角的监控，可都录下来了，别反悔。你有毛病吧？自己家里放什么监控？苏无忌看着金明鹤的笑容，心中莫名的咯噔了一下。妈的，这次不会又要被这个老登，不，中登给算计了吧？行，你们走吧。金明鹤笑着摆了摆手。苏老板第一次来，手点拘谨，放不开，以后再给你们创造见面的机会。于是金家的那些姑娘们纷纷鞠了一躬，这才离开，似乎是被耍了一场。但这些女孩们依旧没有一个该生气的。有一个女孩子低着头走上前来，双手递给苏无忌一个信封，红着脸说道：苏先生，这是我的自我介绍和联系方式，给您，您很帅。说完他低头跑开。这个长得还不错，纯天然的，没整过。苏无忌目送着他出门，把信封随手放在茶几上，没有半点拆开看的意思。你也别走了，在我这里休息一下。金明鹤说道。晚上跟我大哥一起参加庆功宴。苏无忌。你不参加？金明鹤说道。我的真容很少在台前出现，当然不参加了。苏无忌本想说自己也不参加的，可毕竟收了一大笔钱，要是退回去比较心疼。妈的，又被歌者这个中登给算计了。我一夜没睡，回去打个盹，晚上和金奥利一起出席。苏无忌可没想着要在歌者的床上睡觉，那算是怎么回事？这个男人40多岁了还没结婚，自己可不想和他传绯闻啊。站起身，苏无忌拍了拍金明鹤的肩膀。谢谢你的美金，你们南丽的人真好，我以后会常来做客的。你来一趟，刮地3尺。金明鹤摇头笑道。对了，我后天去一趟意大利，你要不要一起回阿尔卑斯的黑暗之城看一看？苏无忌说道。呵呵，完全不感兴趣。说完，他转身走出去了。等从金家庄园出来，苏无忌的手机便响起来了。他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接通之后，一道极为虚弱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我发高烧了，在南丽大学附属医院，感觉自己随时晕倒，能不能来照顾我一下？我在南离，不认识其他人了。这声音的主人竟是之前被苏无忌救下的人质伊莲娜。苏无忌从金家出来之后，立刻驱车赶往了南离大学附属医院。让他稍有意外的是，一路上竟是看到了好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物。从肤色来看的话，他们并非来自于南离本土，而是从欧美而来。这些人在向路人打听着什么，但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不过以苏无忌的反跟踪经验，这些人并不是来找他的，而自己从金家庄园离开之后，金明鹤也没有派人尾随自己。到了南离大学的医院里，伊莲娜正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一张俏脸已然烧得通红了。哪怕还隔着好几米，苏无忌都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虚弱感。他的心脏突突一跳，这才几个小时没见，怎么一下子烧得那么厉害了？不久之前，刘伯果才刚刚因发烧而丧命。难道说双方感染的都是同一种病毒吗？你来了。伊莲娜强行睁开了眼睛，喘气都有种细若游丝的感觉了。还好，谢谢。这时候医生走了过来。你是病人家属吗？去把各项费用交了，然后去病房。说着，他把氧气管放在了伊莲娜的鼻尖。苏无忌说道。好，他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医生说道。高烧，血压偏低，心跳偏弱，怀疑是肺炎，具体还得等进一步检查结果。显然医生并不认为
这到了致命的程度。然而有了刘伯果那边的前车之鉴，苏无忌问道：有没有器官衰竭的风险？发烧而已，和器官衰竭扯得上关系吗？医生显然并没有重视，他指了指急救室，说道：这里每天有好几百个发烧病人，你见过几个器官衰竭的？苏无忌摸了一下伊莲娜的额头，滚烫滚烫，这感觉和之前的刘伯果极为相似。苏无忌说道：能不能立刻把所有检查都做了？我怕耽误了病情。医生说道：需要排队。清晨发生了好几起严重车祸，现在一群受了重伤的飙车党正站着检查设备呢。伊莲娜颇为艰难地说道：我不会有太大问题，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不要嘴硬。苏无忌立刻拿出了手机，给金明鹤打了个电话。搁着，我有个朋友突发高烧，你能在最短时间里给我安排全面检查吗？金明鹤说道：你在哪里？南立大学附属医院。苏无忌语气急促。急诊大厅。3分钟。金明鹤说道：你把人带到门口，3分钟之内救护车来接你。谢谢朗。苏无忌挂断电话，立刻把伊莲娜抱了起来。你们去哪里？医生问道。不在这儿治了。苏无忌说道。换个医院。医生倒也是非常赞同。退烧针已经打了，我们这边太忙了，你们换家医院观察一下，未尝不可。话音未落，这医生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一看来电，明显非常意外，竟然是院长。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院长，怎么亲自给自己打电话了？李慧珍医生，立刻安排救护车送你们急诊室里的苏先生和他的朋友去京市4家医院，一定要快，全程保障要做好。如果出了半点问题，你我都承担不起。医生顿时感觉到无比意外，毕竟院长地位很高，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忌惮某个人物的。您是苏先生吗？医生立刻追上了苏无忌，问道：是当。苏无忌说道：请稍等。这医生立刻安排救护车，同时还把急诊室里的2个值班医生全部叫上了。我们和你们一起去。在南离，金家的面子比天大。1分钟后，救护车呼啸驶离。一个相貌普通的中年男人就站在医院门口，静静地看着救护车远去。如果苏无忌在这里，就能认出来，此人就是高海峰。事实上，就是他及时把伊莲娜从大海中救起，让2名月影神殿的女性手下给他换了另外一身衣服，送到了医院。在此之后，高海峰就待在急诊室旁边，等着苏无忌到来。苏无忌虽然才来到南离短短2-3天，可是高海峰知道，在现在的南离，若是论起能调动的医疗资源体量，自己和苏无忌可完全没法比。而现在苏无忌介入了，那么伊莲娜就能得到最高条件的救治了。没根啊没根，何必非要在南立和奥丁决一死战？高海峰摇着头，重重叹了一声。总是嘲讽别人的理想主义，你自己难道不是吗？他还好及时赶到了，不然自己的结义妹妹现在可能已经淹死在大海里了。而这时候，一个白人走到了医院门口，向路过的护士询问着什么。高海峰的眼神一冷，走了过去。他用英语问道：是不是找一个受了伤的女人？那白人的眼睛一亮：是啊，你见过她吗？你跟我来，在放射室。高海峰说道。我自己去。这白人倒也是毫不客气，直接把走在前面的高海峰
推到了一边。然而下一秒，他便感觉到一股凌厉的拳劲凭空突生，狠狠地落到了他的后背上。这一拳过后，那白人直接被砸飞了出去，狠狠地撞碎了医院的玻璃大门。现场顿时一片混乱，根本没人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高海峰压低了帽檐，并未离开，而是迅速换了个位置，贴着拐角的墙壁站着。过了2分钟，好几个白人都迅速跑了过来，围在了那受伤者的身边。而这几人正是苏无忌在来医院的路上所看到的那几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高海峰见状，眯了眯眼睛，走了出去。紧接着，狂暴的拳劲如同平地而起的飓风，把那几个极有可能来自于天泉神殿的白人全部笼罩在内。现场碎砖纷飞，烟尘弥漫，无数哭喊声响起。5分钟之后，现场的烟尘才缓缓散去。医院的急诊大厅已经一片狼藉，简直像是拆迁现场。而那几个白人则是个个头破血流，昏死在地，还能不能醒过来，已经是个未知数了。高海峰的身形早已消失无踪。10几分钟之后，高速行驶的救护车便到达了金家的医院，一众医护人员已经在门口迎接了。一个中年男人亲自帮忙打开了救护车的车门，说道：苏先生，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检查都可以立即就位。看到此人，南立大学附属医院跟过来的3个急诊医生都非常意外，因为这位是整个南离最顶级的外科专家。据说南立大学附属医院曾经多次邀请这位专家去担任院长一职，但是后者从未答应过。可是在南离医学界这么一个顶级的人物，此刻却在毕恭毕敬地帮忙开着救护车门。之前对待苏无忌态度有些怠慢的那位女医生，此刻明显有些紧张，生怕这位能让金家都如此恭敬的青年会转过头来找他的麻烦。辛苦你们了。苏无忌却对他们道了一声谢，随后抱着伊莲娜跳下了车。后者此时已经近乎失去意识了，身体柔弱无骨，好像没有任何力量存在。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苏先生，伊莲娜小姐的心肺功能异常，腹腔淤血严重，左腿肌腱撕裂，身体各项指征严重下降，我们需要马上进行手术。她本来待在房间里好好的，肚子里怎么会淤血？苏无忌非常意外。肌腱也断了。这是洗澡时候摔了一跤吗？苏无忌本以为伊莲娜是感染了烈性病毒，发病猛烈，可此时伊莲娜的症状看起来更像是跟人打了一架。院长说道：抱歉，目前还没法判断具体原因。辛苦你们了。苏无忌说道。手术进行了5个小时还没结束，这期间彻夜未眠的苏无忌只打了半小时的盹。金明鹤也过来了。昨天晚上救的人质，今天就这么上心，怪不得拒绝了我们金家那么多女孩。金明鹤说道：我听说了，你救的那姑娘很漂亮。确实是很漂亮。苏无忌说道：这里没你的事儿了，你回去吧。金明鹤说道：毕竟你是我们家族的贵客，我安排这里的医生护士陪着，你不用亲自照顾。苏无忌咧嘴一笑，开了个玩笑：你不懂泡妞这种事儿，得亲自来。经典。金明鹤笑呵呵地说道：我要是早学到了，也不至于单身到现在。其实苏无忌留在这里和泡不泡妞根本没有半点关系，
伊莲娜在昏迷之前给他打了求助电话，那么苏无忌自然认为自己得负责到底。金明鹤显然想明白了这一点，他说道：你是个靠谱的朋友。苏无忌哈哈一笑：那得真的成为朋友才行。金明鹤说道：我这又送姑娘又送美金的，咱们之间还不算朋友吗？苏无忌摇了摇头：得看你后续的表现。老子被你坑了那么多次了，还不长记性。行吧。金明鹤微笑着说道：我先走了，有什么需要的记得给我再打电话。不过金明鹤的脚步还没抬起来呢，就见到一道倩影从走廊尽头出现，快步走了过来。严杏。苏无忌起身挥了挥手：朴姐姐来了。金明鹤看了看朴妍希，对苏无忌说道：好漂亮的姑娘，不介绍一下？苏无忌的介绍简短又精准。朴妍希，我的人。我的人？这话也太容易引起误会了。不过朴妍希并未否认。金明鹤盯着朴妍希的脸看了看，眼神里闪过了一抹只有他才能读懂的光。这位权柄滔天的金家影子家主伸出了一只手，很认真地说道：朴大小姐，幸会。金先生，幸会。朴妍希说道。对于这种叱咤难立的人物，他只是露出了一个礼貌性的微笑。晚上的庆功宴。金明鹤似乎才刚刚想起，自己亲手写的庆功宴邀请函上有朴妍希的名字。我是华夏刑警，不方便出席。朴妍希微笑道：谢谢金先生的好意。金明鹤微笑着说道：欢迎朴大小姐再来南离，我们之间本该建立坚固的友谊。朴妍希没有开口回答，只是保持着客气微笑。去，谁要跟你建立友谊了？苏无忌把朴妍希拉到了自己的身后，一脸警惕地说道：别想着挖我墙角。金明鹤笑道：各种顶级红颜环绕，真是让人羡慕的人生。说完他便离开了。看着他的背影，朴妍希轻轻摇头。而这个时候，等候室里的伊莲娜已经从全麻状态下缓缓苏醒了，但眼皮很沉，短暂的睁眼过后又沉沉睡去。她的体温稍稍降了一些，但依旧保持在38、9度的样子，整个人看起来依旧十分虚弱。苏先生，伊莲娜小姐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你可以放心了。京市医院的院长走出来说道：他是南立的顶级外科专家，亲自负责伊莲娜的手术，此时累得满头大汗，脸上明显透着强烈的疲惫感。我的朋友是受了什么外伤吗？苏无忌问道。应该是被某种超级病毒所感染了。院长说道。但具体是什么病毒，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需要进一步观察。苏无忌的眉头一皱。病毒感染能导致肌腱撕裂吗？有些病毒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而且如果患者之前有服用类似左氧氟沙星等药物来消炎的话，还会加剧肌腱断裂风险。院长继续说道。这次的病毒太猛了，患者本来面临多器官衰竭，还好现在都抢救过来了，一切指标都在慢慢变好。停顿了一下，院长补充了一句：但想要彻底痊愈，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苏无忌深吸一口气。好辛苦你们啦。他和朴妍希推着伊莲娜回到了病房，后者还在沉睡着。苏无忌拿出手机，开始搜索着左氧氟沙星的相关资料。没想到他还真的看到了这种药的副作用会导致肌腱断裂。一个有用的知识补充上了，看来以后打架之前不能吃这玩意儿。
苏无忌看着面色苍白的伊莲娜，这姑娘也是够倒霉的。朴妍希说道：我先照顾伊莲娜，但不能留在南丽太久，过2天我们可以把她带回国照顾。说着，他用棉签沾了沾水，把伊莲娜那干裂的嘴唇稍稍湿润一下。苏无忌点点头，带回国也行，这一次给亏金家抢救及时，不然的话这个伊莲娜怕是现在已经步了刘伯果的后尘了。院长回到了办公室，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男人正等在里面。明鹤少爷。院长把门反锁上之后才躬身说道。原来金明鹤并没有走。是按照我交代给你的理由说的吗？金明鹤问道。院长点点头。是的，苏先生看起来并没有怀疑。金明鹤沉吟了一下，随后道：这理由听起来有点离谱，能瞒过他吗？其实不算离谱，一切推给未知病毒，科学和逻辑上都能讲得通。院长说道。他其实很不解，为什么金明鹤非要让自己撒这个谎。那女人的身体状态现在怎么样？金明鹤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很不好。院长说道。虽然解除了生命危险，但距离完全康复还遥遥无期。金明鹤又问道。还能打架吗？打架？这个词把院长给整得愣住了。那么漂亮的女人还能打架？明鹤少爷今天是怎么了？先回答我的问题。哈！金明鹤面无表情地说道。院长立刻回答道：很难了，他刚刚从器官衰竭的危险中脱离，估计要卧床很久，现在手无缚鸡之力。那就这样吧。金明鹤摇了摇头，轻轻一叹。他得感谢我，没有趁机落井下石。明鹤少爷，您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院长苦笑道。金明鹤说道：没事，你不用明白。说完这句话，他转身走了出去。但在关门之前，金明鹤又停下脚步，淡淡说道：别让苏无忌知道我来找过你。当然不敢泄露，请明鹤少爷放心。院长说道。金明鹤走到了楼下，上了车，看着坐在后排的男人，有些意外。大哥，你怎么来了？出来散散心，整天待在庄园里，憋闷得要死。金在旭说道。他穿着一身休闲装，戴着棒球帽，看起来颇为休闲。从金在旭的视角，隔着车窗，正好能够看到伊莲娜所居住的病房。这个病人比较特殊吧，即便对方是苏无忌的朋友，也不值得你亲自探视。金在旭说道。金明鹤笑道：哥，你不妨猜猜。金在旭拧开瓶子喝水。我是小孩子吗？还猜？月神。金明鹤微笑道。饶是金在旭这辈子见识过无数风雨，此刻也被震了一下，矿泉水瓶都没拿稳，洒了一身。怎么判断出来是月神的？金在旭一边擦着衣服，一边问道。金明鹤的眼神唯有复杂，说道：他打电话给苏无忌求助，而且伤势特殊，普通的医院根本治不了。说实话，我还真的差点被他骗了过去，没想到，实在有太多的没想到。金在旭说道。月神的这次求助应该是故意的，毕竟整个南厉顶级的医疗资源都在金家。暗影，天王和月神的关系居然变近了。金明鹤揉了揉太阳穴，看起来似乎有些头疼。黑暗世界的这盘棋看起来要重新下了。金在旭说道。你呀，就别再管那边的事情了，安心待在南厉，家族的事情还得靠你来扛。
金明鹤苦笑道：“大哥，你这话说的，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随后他扭头看向伊莲娜的病房窗口，说道：“受了这么重的伤，从此以后当个普通人也挺好的。”1小时之后，麻药的劲儿彻底退去，伊莲娜终于悠悠醒转。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年轻的脸。终于醒了。苏无忌说道：“还记得自己是谁吗？”谢谢。伊莲娜轻声说道，她的声音明显有些沙哑。朴妍希已经倒好了一杯温水，递给苏无忌一把勺子。你喂伊莲娜喝水，我先出去一下。哼。苏无忌倒也不扭捏，坐到床边试了一下水温，把勺子送到伊莲娜的嘴边。苏无忌的目光盯着伊莲娜的嘴，而伊莲娜的目光却并没有盯着勺子，而是落在面前青年的脸上。喂了几勺过后，伊莲娜示意可以了。温热的水入了喉，食道里那种火辣辣的感觉随之消退了一些。苏无忌随后拆开了一管新的润唇膏，给伊莲娜涂了涂嘴唇。你还挺细心的，很会照顾人。伊莲娜轻声说道，这还是第一次被别人涂唇膏，这种感觉怪怪的。但还是那句话，她本以为自己心里会排斥男人这么贴近照顾自己，但现在并没有。妍希买着唇膏，她比我细心多了。苏无忌说道，他丝毫没有为了泡妞而把功劳往自己的身上揽。伊莲娜觉得自己输给这样的男人真的不冤。艾斯戴尔只是表面上看着高冷骄傲，哪里受得了这样的体贴和关心。苏无忌随后又用热水泡了泡毛巾，拧干之后给伊莲娜擦了擦手和脸，只是简单的一擦而已，可那一张满是苍白的疲惫容颜便立即透出了水润的光泽，甚至有点熠熠生辉的感觉来了。苏无忌盯着伊莲娜的脸看了看，随后说道，真漂亮。谢谢。伊莲娜平时看尽人心，此刻也明白苏无忌的这句评价只是从纯粹的欣赏角度出发，他的眼睛里并没有任何色眯眯的目光。对了，苏无忌说道，你病得这么重，要不要告诉你的经理男人？经主这个词都已经到了嘴边，被他硬生生咽了回去。不用，伊莲娜说道。只不过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唇角轻轻翘起，难得的笑了一下。那他会不会认为你在玩失踪以后不给你钱了？苏无忌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不想要他的钱了。伊莲娜半开玩笑地说道，等身体好了，不如去皇后酒吧当气氛组。苏无忌一拍大腿，好啊，到时候给你酒水提成，以你这姿色不出5年，绝对能在灵州买个小房子。伊莲娜说道。对了，你快要参加宴会了吧？朴妍希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来。金家来接人的车子已经在楼下了。苏无忌本想拒绝，一想到自己收了一大笔出场费，于是说道，你先休息，宴会结束啊，我再来看你。伊莲娜的声音还透着虚弱，但竟是叮嘱了一句，注意安全。苏无忌一摆手，嗨，一场宴会而已，能有什么危险？苏无忌到了宴会厅，发现北新的将领们都已经提前来到了现场。这几人身上个个有伤，但只要能下床，都还是坚持出席。虽然衣着朴素，但一个个身子挺得笔直。金傲丽也在，甚至北新这几人明显是以他为首。金傲丽从服务生的托盘上拿过了一杯水，喝了2口，随后将杯子放回了托盘之上。
服务生端着托盘转身离开。他快步走出了宴会厅之后，用一个透明袋子把杯子套上，对一名经理模样的人说道：这是金局长喝过的杯子，快点检测，避免出现样本污染。这经理丝毫不敢怠慢，争分夺秒地快步上楼，推开了一个会议室的门。好几台专业检测设备已经提前布置在这会议室里了。这次的庆功宴由国家情报院的院长洪仁泽来主持。由于安全峰会的时间推迟到了晚上，青瓦台里的那位并未能出席这次的庆功宴。苏无忌和金奥利并肩坐在长桌的一侧，小声地聊着天。两人根本没听主持会议的洪仁泽在说些什么，脑袋都快要凑到一起去了。你什么时候回国啊？苏无忌问道。金奥利说道：哥哥让我伤势彻底好了之后再回去，可以在南厉多待一段时间。苏无忌笑了。这不像是他的严苛风格，他难道不怕这些高级将领在感受到这边的繁华生活之后直接叛逃吗？不是的呢。金奥利摇头一笑：只有我可以留下休养，其他人明天返程。你后背的伤怎么样了？苏无忌又问道。洗澡和睡觉不太方便。金奥利小声说道。昨天晚上趴着睡觉的。苏无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对方的胸口，直接把心中的疑问问了出来。那你不硌得慌吗？金奥利红了脸，用只有苏无忌能听见的声音说道：我也没大到那种程度耶。一旁的北星将领们看着他俩窃窃私语的样子，都没有任何皱眉的表情，相反，他们都很希望看到金奥利和苏无忌走得更近一些。毕竟，如果没有这个身份神秘的华夏青年，他们昨天全部得死在严坤的凶狠进攻之下。洪仁泽在简短的开场讲话过后，目光落在了苏无忌的身上。这一次破冰计划的成功，尤其要感谢一个人，他们是我们南厉最尊贵的客人，是我们永恒的朋友。他的眼光里透着强烈的激赏，以及发自内心的尊敬。当然，洪仁泽自己也分不清楚，自己这一份尊敬有多少是给苏无忌的，有多少是给他背后那个姑姑的。他就是来自华夏的苏无忌，苏先生。随着洪仁泽的话音落下，热烈的掌声已经响了起来，所有的目光都投到了苏无忌的身上。如果没有他，那天等待着南离北兴的就是一场惨烈的大规模团灭，甚至就连这个国家的陆军总长全在敏都得交代在那里。苏无忌站起来，举杯示意了一下。他不是很习惯这样的正经场合，如果大家能稍微不正经一些，如果洪仁泽院长能在台上脱个衣服扭扭屁股，那才是苏无忌适应的气氛。敬礼，咱敬礼。一名北星将领说道。几个的北星将军齐齐站起来，抬起了右手。就连金奥利也面朝苏无忌，真心实意地敬了个礼。所有南离军人向苏先生敬礼。哈！南厉的陆军总长全在敏说道。于是场间的南离军官们也纷纷起身敬礼。苏无忌也抬手回了一个华夏军礼。他随后笑着说道：行了，大家别客气了，搞得这么正式，再这样我就得跑了。众人这才笑着落座。接下来的宴会内容非常简单，所有人排着队向苏无忌敬酒。敬酒这种文化不止在华夏盛行，在南离北兴也是非常普遍。尤其是那几个北兴的将领，酒量奇大，他们拖着受伤的身体，居然在敬酒的时候直接跟苏无忌对瓶吹了。
这些人的情绪太过于高涨，再喝下去都要跟苏无忌结为异姓兄弟了。有心护着他的金傲丽真是拦都拦不住。由于敬酒的人太多，即便这酒的度数并不算太高，也搞得苏无忌有些晕乎了，肚子撑得难受，有点想去卫生间了。缓缓，先缓缓，我去一趟卫生间。苏无忌说着，身子还晃了一下，想扶桌子，却扶了个空，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这着实是有点演技上身。我扶你去。金傲丽起身说道。然而就当金傲丽的手即将搀上苏无忌胳膊的时候，宴会厅的大门打开了，几个身穿黑西装的保镖走了进来。见此情形，场间的所有人站起来了，本来闹哄哄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苏无忌靠着金傲丽的身子咧嘴一笑，这是有大人物要来啊。金傲丽看着门外，他也喝了一些酒，但总体上还算清醒，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此刻他的心脏莫名的微微一紧。紧接着从门外走进来了一个披着卡其色大衣的男人。在场的众人里，即便有人已经对他的到来有了些许的心理准备，但真看到此人出现在这宴会厅，他们还是感觉到了意外以及震撼。于是苏无忌只能把尿给憋了回去，等着这个中老年美男子慢慢走进来。简单来形容，很帅，哪怕明显已经上了年纪，但仍旧感觉到他帅得不行，典型的南里老欧吧。自恋的苏老板难得地感觉到自己的颜值受到了挑战。这时候，国家情报院的院长洪仁泽已经重新拿起了话筒，高声说道：让我们欢迎金在旭先生。现场的热烈掌声再一次响起来。按理说，一群政府官员向一个商人这般致敬，放在华夏会非常违和，但若是在南黎就太正常了，更何况来到这儿的还是强大的金家家主。更何况如果没有金在旭在背后的一力推动，这次的南北破冰也不可能发生。苏无忌说道：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南黎土皇帝金在旭，平日里神神秘秘的，这次怎么舍得露面了？金傲丽看着对方低声说道：我猜应该是专程来见你的。苏无忌哈哈一笑：那不如派他手底下的几个顶级女团来见见我。金傲丽声音悠悠：只要你愿意开口要，金家难道不给吗？而这时候，金在旭脱掉了大衣，拿起了酒杯，说了几句场面话，随后敬了众人一杯酒。紧接着他便径直朝着苏无忌这边走了过来。洪仁泽等高官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后。金在旭在苏无忌的面前站定，看了看他，伸出了右手。在场的人看到这个动作，心头皆是突突一跳。这是来自金家家主的主动示好，从此以后，只要苏无忌愿意，他完全可以在南历的国境范围内横着走。金在旭说道：无忌你好，我是金在旭，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已经久仰你的大名了。苏无忌哈哈一笑：我也是金家主，久仰久仰。金在旭偏偏还问得很细致：哦，你久仰我什么名声了？苏无忌直截了当：睡了不少女团妹子。场间瞬间安静了下来。毕竟金在旭睡不睡是一回事，你当众讲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金在旭听了哈哈大笑，这笑声颇为爽朗，完全没有半点尴尬和责备的意思，从其中甚至还能听出开心的感觉来。无忌敬你。金在旭举起酒杯，随后收起了笑容，
很认真地说道：“没有你，这个宴会厅里的人大部分都没法活着喝到今天的庆功酒。”苏无忌微笑道：“我也没那么伟大，毕竟我是收钱办事，讲究一个钱货两气。”这话落在场众人的耳朵里，都认为苏无忌是在谦虚。毕竟他在战斗之时的勇猛无畏，实在是震撼人心。那可不是收钱办事的雇佣兵能干出来的事情。你是我们南离荆家永远的朋友，只要我荆在旭活着一天，我们之间的这份友情就绝对不会因为任何利益而改变。荆在旭一仰脖子，把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他这一句表态，无疑瞬间巩固了苏无忌在南厉的地位。苏无忌也干了这一杯酒。金家主，从咱俩的短暂交流来看，你是个好人，比你那个阴险弟弟可要爽快多了。金在旭哈哈大笑：“这是对我最高的评价了，毕竟我一直认为我不如我弟弟。”随后他又跟苏无忌握了一下手，说道：“我跟北新的朋友们说几句话。”金在旭随后转向了站在苏无忌旁边的金傲丽，道：“金局长，久闻大名，却一直没见过，没想到……”说到这儿，这位金家家主忽然止住了话头，因为那张混血的绝美脸庞已经映入了他的眼帘。福记一幢临海的别墅中，一个老人正端着红酒杯站在阳台上，看着夜色中的大海。他听着身后之人的汇报，握着酒杯的枯手忽然一松，高脚杯在脚边摔碎，猩红的酒液混合着碎玻璃渣，溅了他一脚都是。他随后转过头，本来浑浊的眼睛里面骤然释放出了强烈的精芒，声音之中透着强烈的震惊：“你说什么？金明鹤临时调了几台 DNA 检测仪去了庆功宴现场。”“是的，叔叔。”一个中年男人说道。金明鹤此事做得极为保密，但我正好和一个 DNA 检测中心的负责人关系比较熟，所以才得知此事，真不知道他要搞什么鬼。这老者的身形晃了一下，喘气声似乎都变得急促了许多。“把所有参加庆功宴的人名都报给我，立刻。”10分钟后，他便拿到了纸质版的名单。凡是南离参加者的人名，他一个都没看，目光直接落在了华夏和北星那两栏的名字上。苏无忌、金傲丽。老人来回念叨着这两个名字，眼光阴晴不定。那中年男人说道：“叔叔，这个苏无忌是金明鹤请来的华夏外援，也是破冰计划成功的第一功臣。而这个金傲丽，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北星侦察局的局长了。”那老人深吸了一口气，加重了语气：“杀了他们，让他们永远留在南厉境内。